小姑娘，坐稳了啊！好。哎呀，看你们小两口笑得那么亲热，一定是新婚不久吧？老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要是老夫老妻的，就笑不出来喽。比如说像我这样，现在我一看见我那黄脸婆呀，连哭都哭不出来喽。嗯，好好的，你打他干什么呀？老伯，再过2年我也变成黄脸婆了，我要不趁着现在欺负他，等到那个时候就只有欺负我的份儿了。有道理，说的有道理啊！哎呀，想当年我那个老婆子长得还算标致的时候啊，整天也拿我当受气包。哎呀，小伙子，看来男人要想娶一个标致的老婆呀，那还真得是准备多受几年气呀。老伯，那现在变了吧？现在该你拿他当受气包了吧？嗨，别提了，现在受气包啊还是我。其实啊，习惯了也就好了。你还真说对了，我现在呀也慢慢的习惯了，而且觉得这个做个受气包啊也蛮有意思的。我那个老太婆要是3天不给我气受，我反而难受。小伙子，有一件事情我还不太明白。哦，什么事啊？别人都说怕老婆的人会发财，可我如今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或许是你怕老婆，怕的还不够吧？不够，要怎样怕老婆才能够发财呀？我倒真想好好学学。老伯，那你就要从3从4德开始学起了。什么？3从4德？哎，男人也讲究3从4德啊？当然了，现在开始讲究，将来会越来越讲究。是吗？那你赶快讲给我听听。3从就是老婆的命令要服从，老婆的道理要盲从，老婆无论走到哪里，你都要跟从。哦，这么个3从。哎，那4德呢？4德就是老婆花钱你要舍得，老婆的意思你要晓得，老婆的气你要忍得。最后呢，就是如果老婆要揍你的时候，你就要躲得越远越好。哎呀，小伙子，说得好！我看呐，将来你一定能成为一个100万富翁的。老伯，我现在才知道那些100万富翁是怎么来的了。不过老伯，要发财不一定非得要怕老婆才能够发财。那除了怕老婆，还有什么法子可以发财啊？有一种法子。哎，什么法子？赶快说给我听听。那就是不要老婆。不要老婆？那可不行，老婆多好啊！这儿。哎，你们小两口要到城里什么地方去啊？老伯，那你是要到哪里去啊？我很快就要到了，就是城里的集市上。我那个老宝贝来了，老东西！你这个老死的爱钱刀的，老娘正奇怪呢，你为什么死到现在还不来？原来是让这个狐狸精给勾搭上了啊！哎，不要乱讲啊，那可是人家的老婆。谁的老婆？我一看这个狐狸精就不是什么好女人。你敢勾搭她？你敢勾搭她？你还跑你给我回来！哎，人家为了我们被打得这么惨，你是不是也该去劝一劝呀？老婆打老公，天王老子都管不着。你至少也去解释一下嘛！你们男人就这么不同情男人啊？那好吧。哎，老婆婆！哎呦，老婆婆，你看我像老婆婆吗？哎，你看我这个老婆多不像话呀！明明是你的老婆，她偏不信。哎，老婆婆，你说她是你老婆？
那他叫什么名字？她叫张杰杰。好小子，她是你姐姐，你偏说她是你老婆啊？你给谁当小舅子不好，偏偏给这个老乌龟当小舅子啊？老婆婆，是杰姐，不是姐姐。这不还是姐姐吗？啊，你们合起伙来骗我！人家又不是你的老公，你凭什么打人家呀？走开！我偏要打我！你别打了，行不行？杨正，哎呦，我说这……别打！小伙子，上当了吧？啊！哎，那姑娘跑哪去了？你这个老东西，她又不是你老婆，你让那个狐狸精干什么呀？嗨，好好好，上车，上车啊！哎，等，你走了，他怎么办？我来啊！哎，走嘞，呀！嘿嘿嘿，哎，走嘞，呀！呀！小伙子，躺得挺舒服的吧？啊？这次的事儿啊，应该给你个教训是吧？啊？什么教训？我说，以后人家夫妻间的闲事儿最好少管。就是老婆打死了老头子，哼，那也是活该。这件事情何止给了我一个教训？还有几个呀？第一，他教训我以后一定要记住，不要随随便便承认自己是别人的丈夫。第二呢？第二，他提醒我，千万要记住，老太婆也是个女人。这么说，你这一次栽到我的手里，还有点不服气是吧？不服气倒是没有，我只是在可惜啊，我昨天晚上怎么没有栽在那可爱年轻的小姑娘手里？现在说这话，晚了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只希望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啊？就是我希望我自己变成一只兔子。他变成兔子？因为我变成一个兔子的话，在这一堆干草上面正好得其所在。倒霉的八成就是你们了。哎，老婆子，你听见没有？这个人呐，还真有点与众不同嘞。与众不同？哎呦，没看出来。哎，都到了这种时候，他居然还有心情在这里开玩笑，而且他话还特别的多。哎，老婆子，哎，帮我赶着，我抽袋烟啊！你这个老东西！啊，这条路是往哪里去的？我以前怎么没有走过呢？你没走过的路啊，还多着呢，留着以后慢慢走吧啊！那照你这么说，我以后还有机会走喽？那就要看什么？看我们高不高兴。嘿嘿，看我们高兴不高兴了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们不高兴的话，就会杀了我？我跟你们无怨无仇，就算你们要杀我，我想也不会是你们自己的主意吧。我知道有一个人想要杀我，但是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他是谁。哎，是不是张杰杰？难道你们早已认识了？难道这一切是你们早已串通好的把戏？哦，我现在突然发现你有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也就是你最大的长处。
我的长处？你最大的长处就是跟别的女人不太一样，没有那么多嘴。说对了。哎呀，别人都说老太婆很多嘴，你既然不多嘴，我看想必你也不太老。只可惜啊，你太不注意打扮了，所以才会看起来老些。人人都说3分相貌7分打扮，就比如说张杰杰吧，她如果跟你一样不打扮的话，看起来肯定也不会比你年轻了多少。他那么年轻，跟我比什么啊？你今年贵庚？是不是38岁啊？喂，你少拍我马屁啊！你看我像38吗？啊？切！哎，老婆子，我可听说这个人的那张臭嘴啊，专会骗女人啦，你可要当心啊，千万别上他的当儿。哼！哎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喂，难道你真以为他只有38，而不是这？闭上你臭嘴！哎，好，闭上我的臭嘴。哎，其实这也不能怪他。你要知道，天底下每一个男人都嫌自己的老婆特别的老啊。哎，所以啊，女人啊，根本就不该嫁人。老实说，在这世界上，女人实在是很可怜。若说不嫁吧，别人又会笑她嫁不出去；若嫁了吧，要每天在家里提心吊胆，怕自己的男人会变心。男人好像都忘了一件事情，忘了自己好像都是女人生的。这世上，要是男人都像你这么通情达理，那女人可就幸福多了。可是像我这种人又有什么好的呢？反而有人想要我的命，而且偏偏还是个女人。唉，他并不是真想要你的命，只是想见见你。他要见我，为何不自己来找我呢？何必花那么多心机，费那么多力气呢？况且，我若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，死也不冤枉。现在最冤枉的是，我非但没见过他的面，连他是什么人我都还不知道。其实啊，我真的也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也不是真的想害你，只不过我也知道你们有你们的苦衷，所以我并不想让你们放了我。我只是想什么？想什么尽管说，我们能做到的，一定帮你啊！哎，对。我只是想告诉你们，我有点口渴。如果现在有一口酒给我喝的话，那么我就会觉得舒服多了。但就算没有酒的话，有口水也好啊。想喝酒啊？这个容易。哎，老东西，你那不是藏着酒呢吗？拿出来！喝酒倒是没什么，不过他的穴道都让你给点住了，这酒怎么往下咽呢？我能给他点上，我还能给他点开。你喝了。你当真要解开他的穴道？这要是让他给跑了，谁负责任呀？放心，老东西，他跑不了。没错，我全身的穴道都被你们点住了。只要你们不解开了我那2条腿的穴道，我跑都跑不了。那你还有手呢，老婆子，你这么喜欢他，干脆喂他喝得了。小伙子，你听着啊，我觉得你人不错，才给你酒喝。啊，你不要跟我耍花样。
跟我耍花样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哎，小伙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他要是真的不客气起来，嘿，那没有任何一个人吃得消的。来，喝2口。起来，来喝。哎呦，慢慢喝，慢慢喝。哼，我可是听说过，如果你要是有机会逃走的话，你一定会想办法逃走，是吧？你放心好了，像你们这么高超的点穴手法，全天下也不过有2、3个人而已。我要是能逃走，那才是怪事呢。算你识货。来，喝。哎呦，慢点喝，慢点喝。男人怎么喝起酒来跟酒鬼一样的啊？不错，男人的话不可信。如果男人对你拍马屁的话，你呀一个字儿都不能信。哼，你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哼，我活了60多岁了，就是这个男人第一次给我拍马屁。什么？你已经活了60多岁了？我还以为你只有38呢。哎呦，这个老东西！别打！哎呦，真的不要打我呀！哎呦，别打厉害，香帅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香帅果然名不虚传，骗死人不偿命。所以我说，只要是女人，都千万不要听楚香帅的话，从8岁到80岁的都不例外。只有一个人例外。谁啊？你。我为什么例外？因为只要你不骗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，哪还敢骗你呢？哎，我骗过你吗？我骗了你什么？你说。我说不出来。我就知道你说不出来。我看到你遭别人暗算，就赶紧躲到车底下，想找机会救你。这一路上遭了多少罪，吃了多少土，我最后落得什么？你非但不感激我，反而冷言冷语讽刺我。谁说我不感激你？我感激的要命。那，你为什么不说出来？真正的感激是要藏在心里的，说出来就没意思了。看来那老头子说的果然没错，你果然有一张专会骗女人的油嘴。你别忘了，那老头子也是男人，男人的话是靠不住的。他的确是个老狐狸，而且武功也不弱。论武功来说的话，那个老太婆比他高了许多，也难怪他那么怕老婆。你是不是也觉得那老太婆的点穴手法非常高明啊？单凭点穴手法来看，武林中应该在5名以内吧。那她应该是很有名的武林高手吧？我想是的。都说楚香帅见识最广，那你应该知道他是谁了吧？不知道。一点都不知道吗？
再仔细想想看。其实他们是谁都不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确定他们不会再找我的麻烦。那重要的是什么呢？重要的是，他们是谁找来的？那个人到底在哪里？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他们？随随便便的就把他们放走了？我若问他们，他们就会随随便便的告诉我吗？那倒是也不会。若他们是那么轻易泄露秘密的人，那个人就不会找他们来对付你了。哦，你跟其他女孩子还真不一样，你的头脑清晰得很啊。不过，就算他们不肯开口，你应该也有法子让他们开口吧？唉，他们两夫妻加起来都有130、40岁，难道要我把他们吊起来拷问吗？你这个人呢，虽然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有的时候还真的不错。现在他们都走了，你没法子了，看来我只好陪你回去找我的朋友了。那倒不用。为什么？难道你有办法找出那人是谁？我是没办法，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找得到。什么？他。原来他也是你朋友啊。骡子有样好处，至少骡子不会说谎话。对呀，他也跟你一样，不会说人话。他不需要说话。我问你，如果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，你会到什么地方去？我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，我至少有1000个地方可以去。如果没有地方去呢？那就回家呗。那就对了，你一定认得回家的路，而且除了人之外，还有一种动物也认得回家的路。马？对，老马识途。你无论将马留在什么地方，它都有办法找回家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骡子也认得回家的路？那是当然的了。骡子有一半是马的种，而且比马还聪明。那你是想跟他回家拜访他的驴爸爸和马妈妈喽？你笑什么？我在笑我自己啊。我倒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地方可笑的。我在笑我自己是个呆子。没想到你也会有谦虚的时候。我若不是呆子，怎么会在一只骡子后面走来走去的？那是因为我想知道这骡子的主人是谁啊。你怎么知道这骡子的主人就是那个要害你的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所以我要碰碰运气。啊，据说一个人在交桃花运的时候呢，就会特别的倒霉。你不会拉着我跟着你一起倒霉吧？无论如何，我总没有害过你吧？你的确没有。我是女的，你是男的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句话你也总该听过。的确听过。那么，你总不能拉住我，一定要陪着你吧？我的确不能。那我就要走啦。我可不想陪一头骡子，一个呆子，到处乱过。记住，等你被人害死的时候，莫忘记通知我，我会赶去替你烧炷香的。呆子。我若真的被人害死了，怎么能去通知你呢？看来，一个人若是跟着骡子走，的确不会有什么结果。
小二，哎，来了。客官，来点什么呀？啊，来壶好酒。好，您慢用啊，马上就来。他既然想杀我，我为什么不等他来杀我呢？我为什么要辛辛苦苦的找他？连骡子都懂得要回家，我为什么还要在外面穷跑呢？先去找小胡，然后回家。这一次一定要在家里多待一阵子，好好的休息休息，享受享受。爱红，你不会是来找你的鞋子吧？你换了一双鞋，很漂亮。这一双才是女孩子应该穿的鞋。既然来了，坐下来喝2杯。怎么了？难道你真的还在想那双鞋子？如果你真的想要回来，我可以替你跟我的朋友要。别担心，他这一次不在桌子底下。你这样喝酒很容易醉，还是先吃一点东西，不要让肚子空着。你对女人说话，一直都是这么温柔的吗？那得看她是个怎样的女人。那我是个怎样的女人？我不是爱情的妹妹。我知道，我骗了你，又想杀你，我根本就是个坏女人。你不用对我这么客气。以前的事情我早就忘了。就算是真的，我也知道那绝不是你自己的意思。如果那是我自己的意思呢？就算是你自己的意思，我想，你这么天真美丽的女孩子，无论做了什么事情，都是值得原谅的。那天晚上那只断手是你的，难道因为你没有杀成我，他们就这样对你？是谁做的？你告诉我。为什么不肯告诉我？难道你真的那么怕他们？看来这次又回不了家了。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查清楚。别担心，你先在这里等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我可以不管别人的事情，但是总不能看着他为我去死吧。客官是想来买匹马，还是买头骡子？我们这里卖的，保证都是最好的脚力。啊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些消息。
我们这里只有畜生的消息，没有人的消息。我正想跟你打听有关一头骡子的消息。刚才有一头骡子自己走进来，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？怎么，那头骡子难道是你的？不是我的，是你的。既然是我们的，你还问什么呀？我知道，但是这头骡子是从你们店里卖出去的。我只想知道之前是谁买过它。你看见了吗？这里有多少骡子和马？骡子不像人，人有的丑有的俊，骡子长得全都一个样。我们一天也不知要卖出多少头骡子，怎知道哪头骡子是卖给谁的？我再帮你查查看吧。那骡子身上若是落了标记的话，也许就能查出它以前的买主是谁了。这头骡子是自己从外面走进来的，是不是？我虽然分不出这骡子是丑是俊，但一头骡子是好是坏，我总能看得出来的。像这骡子，我在半里地以外都能认得出来。这头骡子很不错，不是不错，是非常不错。1000头骡子里面，也未必能出来这么一头好的骡子。所以，像这么好的牲口啊，我们通常只卖给老主顾。你们这里老主顾很多吗？像这么大的字号，若没有10来个老主顾，怎么受得了？像飞龙、万盛、镇远这几家大的镖局，这都是我们的老主顾啊。要说最大的主顾，那还得算是万福万寿园的金家。金家，金家的牲口也是从你们这里买的吗？我们每年啊从关外进牲口来，总是先让金家的少爷小姐们先来选好的。那你确不确定这头骡子是不是金家买去的？别家的牲口啊都一定烙着标记，为的是怕牲口走失。但金家财雄势大，莫说没人敢动他们家的一草一木，就算真的丢了一头骡子，他们也根本不在乎。所以说，金家的牲口上是没有烙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看这头骡子，8成是他们家丢的了。好，谢谢。难道这一切都是金家所为？可是据金灵芝说，他只将我的行踪告诉了金太夫人一个人。莫非金灵芝在说谎？难道这件事的主谋会是金太夫人？反了反了！哎呀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居然还有人敢做出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儿！什么事儿？绑架！绑架！对呀，几个彪形大汉绑架了一位姑娘，竟然把人家从对面那酒楼里拉出来，架上了一马车。街上那么多人，连一个敢伸手管闲事的人都没有。请问那位姑娘穿什么样的衣服？好像是红色的衣服。天哪！太折磨我的腿了！这位兄台，你的马我买了。啊，对，我都逃完了。去。死鬼，快点干活啊！哦，客人们都等急了。哎，慢死了！哎，小心点儿，别熏到孩子了。哎。
老板，来碗酒喝。好啊，我们这可有上好的竹叶青，怎么样？好。再加点卤菜怎么样？今天可有刚刚卤好的牛肉，可香了。那就牛肉。1斤还是半斤啊？随便。啊，爽快！来了，肉、酒。哎，老板，这什么牛肉啊？不是新鲜的，能吃吗？啊？哎呀，客官，这不可能，这肉可是今天早晨刚刚卤好的，新鲜着呢，您就放心的吃吧啊！这什么酒啊？有股尿骚味儿！哎，你是不是故意找茬啊？啊？哼，要喝就喝，不喝给我走人！哼！老板，哎，刚才有辆马车经过，你可否看到？我们这儿每天都有，经常啊，对，我们这儿每天都有很多马车经过的，不知客官指的那辆马车是什么样子的呀？哦，对了，今天上午刚刚有辆马车飞奔而过，就好像要回去奔丧一样，匆匆忙忙的，都没有坐下来喝杯酒呢。往哪个方向去了？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了。谢谢。哎，洋相啊！撤！又是个奔丧的。请问有人吗？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打扰你，在下错过了宿头，不知道今晚能否在这里借宿一宿。不行啊，你走吧。走啊！哎，多少钱？在下一定重金酬谢的。有诚意。来啊！多谢。哎呀，你运气真好啊！一般陌生人敲门我都不开门的。哎，就因为我今天打了一只兔子。哎呀，真高兴啊！这下又有酒喝啦。喝了酒以后呢，我才有胆子去开门啊。否则3更半夜的，我怎么肯随随便便把陌生人放进来呢？虽然啊，我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怕人抢啊，但我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啊。哎，喂，喝
了酒，怎么能没菜呢？娟儿，快把那半只兔子拿上来。你不是说要等到明天晚上再吃吗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小气呀？你就不怕客人听了笑话咱们呢？哎，不用切了，直接拿上来，我们自己撕着吃啊！来来来。老丈，你太客气了啊！我女儿叫阿娟，她呀什么都好，就是没见过世面，我真的很担心她嫁不出去呀。快点呐！快点呐！我女儿怎么样啊？漂亮，令爱一定能嫁得出去。要嫁不出去，你就把她娶了吧。玩笑玩笑玩笑，我一看你就是个老实人。哎呀，不像其他那些小伙子那么油嘴滑舌，像你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来，喝。继续继续。哎，这太爽了，酒管够。来，继续。喝呀，老丈，你这样喝会醉的。我不会醉的。来，喝。你看没事吧？老丈，老丈，你没事吧？不，还继续喝。一定要管够，继续。他若知道我究竟有多老实，一定会吓得跳起来3丈高。一个年轻的举人上京赶考，路上错过了宿头，投宿到深山里的一处人家。年迈的主人慈祥而好客，还有个美丽的女儿。主人看着少年学子年轻有为，就要将女儿嫁给他，他也半推半就，所以当夜呀，他们就成了亲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才发现自己呀睡在一个坟堆里，他迷迷糊糊就给吓醒了。睁眼一看呢，哎呦，这新娘子已经变成了一堆枯骨了！哎，别跑啊！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那后来呢？嘿，这个小孩子瞎耽误功夫。如此深山，怎么会有这样一户人家？明天早上我醒来时，会不会也是躺在一片坟堆里？你真的来了。
有话慢慢说，有话慢慢说。我命这么苦啊！姓楚的，你别走，我要教训你。如果你走了，我就会……你会怎么样？我走。你还没有死。我是人，不是鬼，我当然还没有死。那迷药不灵？迷药很灵，只可惜我的鼻子并不灵。那种迷药的厉害，我是知道的。就算是没有鼻子的人，也一样要被迷倒的。有没有鼻子我不清楚，我只知道那颗人头很轻。你是不是一发觉那人头太轻，就立刻闭住了呼吸？我并没有闭住呼吸，我想，可能是我运气好吧。哼！但据我所知，你最近的运气并不好。哦？因为交了桃花运的人，运气都不会太好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交桃花运？因为你不但有双桃花眼，还有个桃花鼻。唉，还好我的手不是桃花手，否则你就不会好好的站在那里了。你的手很老实。你希望我的手很不老实？若你的手真的很老实，就过来替我梳梳头吧。你不会梳头？我的手虽老实，但并不笨。你不喜欢替人梳头？有时喜欢，有时候就不喜欢，那得看情况。看什么情况？看那人头是不是能从脖子上拿下来。
很久以前就听人说过，楚香帅从不会令女人失望。以前我一直不信，现在呢？现在我信了。那你还曾经听别人说起过关于我的事吗？说你很聪明，就像一只老狐狸，世上没有你不懂的事，也没有人能令你上当。这些话我也相信。只可惜，我今天开始怀疑我自己了。哦，因为我今天就看见了一件让我不懂的事情。什么事？就是那人头为什么会说话？不是人头在说话，是卜旦夫在说话。但我明明看见那人头在说话呀。你并没有真的看见，你看见的只是一种感觉而已。哦，感觉。卜旦夫小时候到天竺去过，从天竺僧人那里学会了一种很奇怪的功夫。什么功夫？天竺人将这种功夫叫做腹语，那意思就是他能用肚子说话，让你听不出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。看来这世上奇奇怪怪的学问还真多啊，我还真得学学。你现在就够令人头疼的，若是全都被你学了去，那还让人活吗？看来卜旦夫并不是你的父亲。当然不是。他是你的什么人？他是我老公。老公的意思就是丈夫，你不懂。我懂。那你为什么一听说他是我老公，手就不动了？只因为我还没有习惯替别人的老婆梳头。你慢慢会习惯的。像这样的习惯，我看还是不要养成的好。你怕他吃醋？嗯。他又打不过你，追也追不上你，你怕什么？我知道，只不过我不喜欢看到男人吃醋的样子。若他不吃醋呢？这天底下还没有不吃醋的男人，除非他是个死人。你想他死？哼，这是你说的，不是我。嘴里说不说是一回事，心里想不想却是另外一回事。其实，只要你愿意，他随时都可以成个死人的。唉，只可惜我没有养成杀别人老公的习惯。为了我，你也不肯吗？莫忘了，他刚才本想杀了你的。要杀我的人真的是他？你为什么叹气呢？一个人心里难受的时候，总是会叹气的。你心里难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让你死。哦。但若他不死，你就得死了。你不信？我信。只不过，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但也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困难。你知道我这梳子是用什么做的吗？木头。据我所知，木头大概有100种左右，其中90几种都很普通。普通的意思是没有毒，
你用这样的木头做成的梳子替别人梳头，要死的确不容易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梳子很特别？的确很特别。我这梳子的木头叫杜夫木。你觉得我的头发香不香？很香。那是因为我的头发上涂了种香油。那香油是不是也有很多种类？对，香油大概也有100种左右。其中是不是也有90几种是没有毒的？你怎么越来越聪明了？那我肯定，你用的那一种，一定是很特别的那种。完全正确。我头上涂的这种香油叫情人油。当杜夫木遇着情人油，就会散发出一种很特别的毒气。刚才你在替我梳头的时候，这种毒气已在不知不觉间浸入到你手上的毛孔里，所以最多再过1盏茶的功夫，你这双手就会开始腐烂，一直要烂到骨头里，一直要将你全身的骨头都烂光为止。哦，你说我这种杀人的手法妙不妙？只怕是连无所不知的楚香帅都想不到吧？啊，这世上奇奇怪怪的杀人法子倒真不少。你今天就遇见了2种。我前几天已经遇到好几种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每种手段都很巧妙？的确都很巧妙，只可惜，虽然都很巧妙，我还是好好的活着。只可惜是到现在为止而已。以后呢？以后的事情，谁知道呢？我知道。哦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用的这种手法不但是最巧妙的，而且是最有效的。就算你可以随时闭住呼吸，你总不能连你手上的毛孔也一起闭住吧？这样看来，我是必死无疑。所以我心里会很难受。既然你难受，为什么又要让我死呢？你若不想死，方法倒是有一个。什么方法？去替我杀了卜旦夫。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杀他？我虽然并不是什么好女人，但谋杀亲夫这样的事情，我也是做不出来的。那你认为我就能做得到？他既不是你朋友，也不是你老公，你若杀他，简直易如反掌。除非你认为他的命比你的命重要。你最好赶快决定，否则一会儿毒性发作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现在还来得及。哼，楚香帅的轻功天下无双，这一点我也是知道的。只可惜，他现在已经逃得很远了。我要追上他，恐怕很难。况且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。知子莫若父，知夫莫若妻，这道理你都不懂。你知道他在哪里？一个女人若是连自己老公的行踪都不知道，简直不如去死了算了。你刚来的时候一定看见那座山了吧？嗯。好，你沿着山往下走，就会看见一个湖，湖边有一个很隐秘的山洞，他一定就在那里。我若杀了他，你就会拿解药给我。不错，用他的人头来换解药。
用他的命来换你的命，公平交易，谁也不吃亏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他？这个故事，也许你回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。现在你若是要问，只怕就来不及了。好，我只问最后一句话：你是不是一定会在这里等我？当然。楚留香不是一向不杀人的吗？可是看起来世事无绝对呀，天下绝没有真不怕死的。他也是人，当然明白自己的性命，无论如何总比别人的珍贵的多了。哼，天下的男人都是呆子，要男人上当，简直比刀切豆腐还容易。原来楚留香也不例外。谁？赶紧出来！难道是楚留香？按时间算来，楚留香现在早已经进了那个山洞，说不定早已被山洞里那些怪人砍下了脑袋。楚留香活着时已经够难缠的了，若真变成了鬼，那还了得！你以为你能骗得了我？我早就知道是你。你既然知道是我，又何必害怕呢？谁害怕？无论你是人是鬼，我都不会怕你。堂堂的楚留香，居然等在路上装神扮鬼的吓女人，这可真叫稀奇呀！我若说出来，丢人的不是我，是你。唉，你又何必那么紧张呢？我只是知道我的马被人家偷了，专程来看看是谁偷我的马，怎么知道会是你呢？哎，你不是应该待在家里等我的吗？你呢？你也应该在那山洞里的，你为什么不去？说来话长，你想不想听？你说。第一，卜旦夫根本不是你老公，他根本也不叫卜旦夫。谁说的？我说的。我忽然想起来他是谁了。他是谁？他姓孙，叫不空，人称71变。他诡计多端，比起那孙悟空72变，只差1变。他是昔日下午门的第一高手，近10年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今年算来，应该已有63、64了。只因他练的是童子功，所以看起来还年轻。还好他没有犯什么淫戒，才能活到现在。试问，一个练童子功的人，怎么会娶老婆呢？哼，真没有想到，居然连那种人的事情你也这么清楚。看来你8成跟他是一路的。你难道忘了，江湖中人都称我是盗贼中的大帅？既然我是大帅，连自己属下的来历都不清楚，那我还怎么混呢？不如死了算了。哼，只可惜，这位大帅已眼见就要进棺材了。哎，先等一下吧，我只说了第一，还没有说第二。第二，你那把梳子既不是杜夫木，头上抹的也不是情人油。谁说的？还是我说的，因为我知道你头上抹的是京城元华斋的茉莉花油。它是独门秘方配制出来的，香味特别清凉，所以要卖8000银子1两，而且
只此一家出售，别无分号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闻得出来。你鼻子不是不灵吗？我的鼻子有时不灵，不过有时又特别的灵，那得看什么情况。看什么情况？如果我的鼻子闻到的是狗屎，那些不好闻的东西，就特别不灵。但是如果闻到女人身上胭脂花粉的时候，就会特别灵。难怪别人说你是一个色鬼，看来果然一点都不假。过奖，过奖。你说了第二，是不是还有第三？有。第三，我突然想起，那山洞里住的是什么人了？是什么人？是一家姓麻的人。无论谁去招惹他们，就是在自找麻烦。他们武功高强，行事诡异，信奉些奇怪的宗教。听说进那山洞的人，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们有个名字，叫麻衣教。真没有想到，楚留香居然也有害怕的时候。别的我倒是不怕，我怕的只是麻烦。只可惜，你早已有麻烦上身。所以说，我要把麻烦找出来呀。我就偏不告诉你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想非礼我吗？你想多了。我只是在想，你为什么不愿意把你知道的事情说出来？好，我就让你非礼一次。你愿意？都已经好几个时辰了，你身上的穴道都快解开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当然是在等你非礼我。哎，都说了不会动手的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但你并不是个君子。不错，我并不是个君子，但我也绝不是个小人。你是谁？我谁也不是，只不过是个刚巧路过的人而已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干啊！不管是他非礼你也好，还是你被他非礼也好，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么你就快走！我也不想走，你们做你们的，我难道在这里看看都不行吗？你凭什么要看？因为我高兴啊！也许女人在对付女人的时候，就会变得比较心狠手辣。这个女人好凶啊，香哥哥，你也不来帮帮我的忙。你这个女人好不要脸，也不怕别人听了作呕。也不知道谁不要脸，为什么一定要我的香哥哥来非礼你啊？放你的屁！好臭！其实你也该学学我，若你也叫他香哥哥，说不定他就会非礼你了。
好像很开心嘛。难道你不开心吗？我有什么好开心的？两个这么漂亮的女人为了你打来打去，你难道不开心吗？那打死了没有啊？你放心吧，像这么一个标标致致的小姑娘，我也舍不得打死她的。既然没有打死，那么她在哪里？干嘛？你还在想她？你想要非礼她吗？我是你说的那种人吗？你以为你是个好人吗？刚才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们两个一个非礼来，一个非礼去，现场只怕早就被非礼得一塌糊涂了。我真佩服你，亏你也说得出这些话来。一个女人吃醋的时候，什么话都说得出口。你吃醋？不可以吗？难道吃醋犯法吗？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你想非礼，也不用非要找他呀。哦，还能找谁呀？至少还有一个人可以找啊。这人在哪里啊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啊！啊，奇怪了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呢？你若真想出手打我，恐怕要再快点。你以为我真的打不到你吗？你以为你真能抓到我的手吗？哦，难道这只不是你的手吗？呆子，你难道看不出这是我故意让你抓住的吗？故意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拉着我的手。这下子你还没打着。其实我根本就舍不得打你，你又何必这么紧张呢？看起来你好像并不太信任我。我能信任你吗？我有没有害过你？没有。那我对你好不好？很好。我既没有害过你，又对你很好，为什么就不能信任我呢？我不知道。原来你也是个不讲道理的人。天底下不讲道理的人很多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来得很巧？的确很巧。你是不是想不出我怎么会找到你？的确想不出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因为我本来就一直在暗中盯着你。哦。我本来也不知道你走的是哪条路，幸好有个人告诉了我。谁？就是三岔路口那个又白又胖的老板娘。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男人经过？对了，手总是这样。哦，是不是那个又英俊又可爱又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啊？哦，不过他就是有点小气。上次走的时候啊，只留了2000银子。对了，就是他。看来人家对你那么有意思，你却只给2两银子，也未免太小气了吧？
他现在已经对我这么有意思了，倘若我再多给他一点的话，那岂不是……那有什么的？你看他哪里不好？白白胖胖的，一脸福相，又会做生意，又会生儿子。我看他没什么不好啊。其实他有个最大的好处，你还不知道。什么？他只卖酒，不卖醋。这也能算他的好处？倘若他卖醋的话，那些醋坛子岂非早已被你打翻，连老本都要食光。可是你来找我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别人都能来找你，我为什么就不能？别人来找我，是为了要我的命，那你呢？我还不想要你的命，我还想留着你跟我斗嘴呢。你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要来跟我斗嘴。我还没有这么大的毛病。我来找你，只是为了要告诉你2个非常重要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我已经打听出，那老头子夫妻俩是什么人了。是什么人？你还记不记得，那老婆子手里面总是提着一样什么东西？老东西！一杆秤。我想起来了，摔弓肥婆，秤不离砣。不错，那老头就是秤，老太婆就是砣。他们夫妻俩倒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对儿。据说这夫妻2个人本是岭南黑道中1等1的高手，而且手下还有很庞大的恶势力。只不过10几年前忽然洗手不干，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消息。只是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会忽然出现呢？当然是有人特地请他们出来要我的命。那是谁请的他们呢？能请动这种洗手已久的高手，这种人的面子可真不小啊。还有，那匹骡子的主人是谁？我也查出来了。是谁？金四爷。金四爷又是何许人也？金四爷就是金灵芝的四叔，也就是万福万寿园中最有权威的一个人。你既去那里拜过寿，想必总应该见过他吧？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那夫妻2人是他请出来的，要杀我的人就是他？我什么都没有说，只不过说那匹骡子是他的。你怎么知道那匹骡子是他的呢？我自然有我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那我就不能告诉你了。为什么不能告诉我？因为我不高兴。